快！中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危险的事轮不着你。这边。 What happened, sir? There's still one left. Go get him. Move, guys!双喜，臭小子，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前面是我们上甘岭防区了，坚持一下，翻过山就到了。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走，再往前就是597.9高地了。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对，家里捕鱼的。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别分手！别动！别动！军长，喝杯热水。冷吗？啊，不冷。这么冷的天，
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包镇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9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你接着说。啊，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15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段参谋，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8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纸上谈，你们2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讨论。你们有矛盾吗？没有。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是，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课。是。哎，参谋长，哎，军长，我有事，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哎，说这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啥事我找你算账。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行，人挺勇敢的，啊，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巧克力？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哎，这，哎，段参谋，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不是这，是这个。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啊。是的，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行了，就是你在夜间，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真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谢谢冯连长。段参谋，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啊。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行。哎，走。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
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中，危险是少不了的，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你不晓得长得跟没脚的一样。小点声，让他们听得懂吗？报告。罗万象，就花多，就花多。段参谋，您继续。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罗万象，有，出列。快点，哎，好好表现啊！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哥，小点轻点啊！哎，让我试一下。啊！哎呀，赶紧归队吧！八连这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可以自报奋勇啊！指导员，怎么了？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哎呀，他就是用巧劲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吧？这要打起来的话，光有勇气那敌人一动不动，站在那跟呆子一样，让我们睡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云贵川有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10几里路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那谁的枪法最好呢？孙小祖啊，哟，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指导员同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啊，笑，笑。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谁的力气最大？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万象有，还缺一个机枪手。徐晓有，机枪打得特别好。好，那就够了。哎，把方元宝带上吧。有。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辽哨，太合适了。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好了，准备出发，收拾东西吧，快！那个刚才点到名的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点到名的同志，继续。为啥不带我这个爆手来？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还敢只打我们8连？老子们8连8个汗毛都是3等功的汗毛啊！哎呦，你可，
你快把你那3等功的汉堡洗洗吧！哎呦我嚯，赶紧的吧。还有，你知道你的任务吗？知道，保护好段参谋。放心吧，指导员。去吧。是。把装备带上。万强哥，你那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한니 하세요. 탄칸습니다야. 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段参谋，要不你和罗文远同志一起去吧？我觉得有这个必要。안녕하세요.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慢点。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段参谋，怎么样？果然有两下子。这回知道我们8连的实力了吧？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等一下，停一下，都停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5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冰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是。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是。Just like fish in a tank. Let's have a little barbecue. 快找援护！快走！确定敌人方位，放前方，小心地雷！保护段参谋和俘虏的安全。大家都没事吧？没事。段参谋，没事。上方发现敌枪！哎，都不要动！这里是雷区，听我指挥。There are still hostiles here. Who blew up those mines? 现在烟雾挡住了敌人视线，抓紧时间撤。能否帮忙？所有人注意脚下，这里是雷区。跟我来，跟我走，快走！ Let's go！ 先休息一会儿。哎，行了，拿着。
是谁的。王小，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张参谋，刚才谢谢你。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我是志愿军。志愿军？你哪个部队的？26区。报告各位首长，这次敌军的警戒程度远超伪军，地雷的布置和火力配合都很精妙。入朝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但是我们8连的战士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超额完成了任务了。军长说的对，他们在回来的路上，的确是多捡了一盘菜。就像军长说的，从我们8连这口锅里出来的战士，都是硬菜。那个被你打伤的战士恢复的怎么样啊？特别好，对吧，连长？对，真的特别好。没伤筋动骨，还吃了巧克力，现在已经生龙活虎，浑身都是劲儿了，是吧？是啊。互相扛事儿呢。How old are you this year? Me? 38, sir. This Chinjiwei is not even 38 yet, but he's already an army commander. Get me Lieutenant General James Kins from the 9th Army on the phone at once. Yes, sir. General? General, I have here a file on Chinjiwei, and I would like you to read through thoroughly. Shinji-Wei of the PVA 15th Army? Oh, his 15th Army is only a second-tier unit amongst China's few dozens field armies. No. These Broad-Roaching and his units are well served in combat. They were able to precisely anticipate the enemy escape routes and wiped out over 11,000 CNP troops, took over 9,500 captive, with a casualty rate of only 32 to 1. They also pioneered the Chinese trench warfare within the Chinese military to launch attack from below the horizon, make contact with the enemy's trenches, expectedly shorten the time and space of movement under heavy enemy fire, greatly diminished the enemy's advantage with superior firepower. I'm not threatened by a brave army, but I really don't wish to fight against a smart one, especially when their leader is a cunning and tough son of a gun.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报告，哟，橄榄球呢？是，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哎，一力上十回，管他什么球，干他！嘿嘿。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这么厉害呢？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
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呀？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起来！哎，快坐，快坐，快坐，坐！起来！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没赢球，没脸吃。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是，恢复好了吗？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远没啥，主要是准。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2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冲，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明白。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预备，冲！哎，老八连得分，1-0。他们这就是范弗里特的打法，依靠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冲！指挥部，军部得分，1-1。军部得分，2-1。这个跑赢。球在那边呢，您不是在这儿吗？军部再得分，3-1。军部得分，4-1。中央部队人指挥部。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快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工事，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加油！吕双喜，老八连获胜。啥呀？局长，我听说26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是。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1年。参谋长，到，全体集合。是。全体都有，全体集合。军长，这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3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进去，不要命了！进去，进去，跟你还没来呢，不要命了！你出来！进去，不许出来！进去，快进去 ！Eagle 2, arriving at the drop zone. 进去！隐蔽！飞机要来了！快隐蔽！跟我打！小范！快救人！把他扶进去。天明，天明，
多久？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二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今天鬼哭狼嚎的，脑子一枪崩了。军的兄弟们，听我一句话啊！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这坑到挖我啊！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啊？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我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接着警戒！冷枪冷炮运动开展1个月来，每40时、每70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现在最重要的是8连，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炮出去以后，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的怎么样了？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参谋长有什么主意？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戴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比赛要开始了，段前锋呢？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儿呢。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快！冲！让开！快点！好了。都别挖了，战士，都别挖了，
有这个，咱们必胜！好东西啊，这是。可以啊！都把手东西放下，都出去！快出去了，快点！要爆炸了！出去，走了，走了，走了！来，出去！别看了，别看了，都出去！来，好。2、3，快！别！炸开了！炸开了！哎炸在没门你这不是作弊吗？你们这个！有敌机！敌机！Returning to the base.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吧。这下白告，这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要不再来一次？带上，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往这边来一点。王参谋，局长，你别这么拘谨，笑，把牙露出来笑。把牙露出来，1、2，开。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 8连和1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 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是，接着说，还是让段参谋说吧啊。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8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1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 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
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就好吃。你皮儿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是。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7时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5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老鲁下来。啊，哎呀，这后边这3个。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了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那就拍吧，输赢不重要。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哎，军长，啊，好，马参谋，有，来，你给我们拍吧。是。段参谋，你站上去呗。站上去。好。赶紧走。预备，开。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1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Fire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Reload! Fire! 为何你方3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ar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锋在15军的表现。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锋做一次内部审查？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我配合你们。段显锋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很好啊。详细一点。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2个人带领2个排，阻击了每25时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锋，他有什么问题啊？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已经发调令了吗？调令倒是还没来。你什么态度呀？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我的态度？是啊。那您看，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你真想去前线啊？当然，不然我来15军干什么？你找军长聊聊吧。段参谋真要走了。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还不知道呢。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军长，啊，车坏了，你上来，打着火试试。打不着。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你小子啊！这不会是个美国？哎，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 Tony 啊！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1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2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啊，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庄稼，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啊、是。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15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留在15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那你教教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15军火线上历练。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15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军长不讲纪律啊？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首长好，你是老师，助教，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15军勤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啊！这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是的，但是因人而异。段显峰，你打过仗吗？没有。秦军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你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1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我走！跟踪我的，赶紧往坑道里撤！快！快撤！坑道以后跟我去救人！是。They don't stop! Show them the American power! 六子！连长！慢点！连长！过来！老崔，军长怎么样了？在里边。投诚的叫李大比，是个南朝鲜军的营参谋。他说美其实在武圣山上甘岭方向有大的行动，让南20配合。兵力配置是美七师31团，南32团和17团一个营，27辆坦克，300余门大炮，还有空军支援。关键是这个人的话可信不可信？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美国人要进攻武圣山上甘岭了。What have they done recently? Nothing special, just building fortifications. We shelled them with artillery fire, and they would just hide and then continue to fortify once the shelling was over. They also have been reducing special attacks recently. Moses, your plan seems to be working well. But there hasn't been any movement in the Western Mountains so far. Not that easy to redeploy troops. They are still waiting to see if we change our plans on account of recent defection. We have mobilized over 25,000 vehicles in order to disorient them. We have also systematically destroyed some key defenses in Osansan. I see no reason why they would not redeploy forces from the Western Mountains. It means that they are not fully on the hook yet. We needed an operation that will shake the communists enough to help them make up their mind and bring in troops from Western Mountain. When will this operation take place, General? There's no rush. Clark already verbally approved Operation Showdown. Wait for the order. Won't take long. 我们反击了391高地，美军没反应，不正常。观察哨发现啊，上甘岭对面的美军，他们把兵力集中起来，都压在了一线阵地。我怀疑他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是上甘岭。
要不我让炮兵的高风亮把炮口从柱子洞南山调回到上甘岭，去支援崔建功，阻击美军的火力。千万不要调，老张，你相信我，打仗就要走一步看三步。敌人越是这么大张旗鼓地告诉我们他要打上甘岭，我越不相信他。崔建功不是吃素的，我信他。调回去。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哎，我来倒。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它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啊！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敬牺牲的烈士。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Sir, give me 3 more days. I will flush the Chinese out of their rat holes. Tiger. Tiger! We agreed to take a position within 200 casualties. Now there are thousands of dead, and you are telling me you need 3 more days? Dismiss!
真是跟你称呼，这仗怎么打呀？太大了，太大了，炮击量真太大了。砰！军长，这炮击量大，仗就打不了了，吓成这样，捡起来。哦，军长，可以打，但是得看怎么打。你有什么办法？具体怎么打，还是得看军长的。啊，不是，但是如果只有我和敌人的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的话就先缓缓。白天打不赢就夜里打，夜里打不赢就跑着打。跑着打是怎么个打法？我跑他追，我速度快，他肯定追不上我的。我跑几步回头打他一下，然后再边跑边打，先把他累垮了再打，最后赢的人肯定是我。这就叫游击战。很好。打仗啊，不能光凭勇敢，还要动脑子。你替我去45师传个令，然后就留在他们那儿吧。哦，真的吗，军长？军中无戏言。那我去哪个连啊？你想去哪个连啊？我想去俘虏那个连。去吧。Congratulations, Commander. We did it. What was the original plan for Operation Showdown? 5 days, 2 hills, no more than 2 infantry battalions on each hill, no more than 200 casualties in total. And now with Triangle Hill, it's cost us over 2,000 men. Forget the damn plan, sir.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now is that we end this damn war here and now. I still have to go to the 2nd South Korean Division position. Hell, Commander Chung-il Kwan has been complaining. The Koreans have no right to complain, sir. Colonel, I want you to hold Triangle Hill. And I do not want to see the Chinese again. Yes, sir. Hey! I'm a reporter for the Associated Press. I'm just gathering material for field reports. I think war correspondents should be promoted heroic side of the US military. Not acting like gutted cheek, trying to draw blood from the soldiers in any way possible. Take him away. Hey! Hey! You're interfering with freedom of the press! I have the right to sue you! Shut up! You have to be alive to do that.